不需要说什么，就直接展示就可以。潮汕这边吃白粥配的这么丰富吗？感觉胶原蛋白很丰富啊。3点杀猪，3点半上桌。大家好，咱们现在在潮汕地区啊，12月10号去广州参加个活动，这个之前还有点时间，正好这个陈随便他现在有档期，让他带咱们在潮汕这边玩2天啊，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东西。走着。杏花无忌牛肉火锅。这还拿个旗子要去别的地儿。这家店这个牛肉价格不便宜啊。来这店主要是看整个人员多，牛肉火锅这一块的话，人客人越多，肉越新鲜。牛骨汤锅底，咱先尝口汤。这现在是还没有煮肉啊，还非常的清澈。哇，它这个纯清汤都这么鲜啊！像北方那牛肉火锅的锅底，你要直接去喝汤的话，没什么味儿。你看直接上肉啊，这个刚端上来，成勺汤都很好喝。牛骨汤还是泡酒水？牛骨汤是吧？这肉上看着亮晶晶的啊，就是这些亮晶晶的反光啊，不是，表面的脂肪油。脂肪的油哦，这是牛肉自助里见不到的样子。不需要说什么，就直接展示就可以，好吧？这一份雪花，就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好，来第2份必须要展示的，这个五花子，好吧？不需要说什么，直接看，好吧？直接看。因为啊，这个陈记说一会儿还要吃好多顿，所以这个第1顿牛肉我先来个5盘，后面还有很多家要去吃，这就连塞牙缝都算不上啊！终于在潮汕吃到了最正宗的沙茶酱哈，这丝滑的质感。失手了。光是纯这个酱，一入口都感觉会就有幸福的感觉了。不过对于我这外地人来说，感觉它这个本地的酱油稍微大了点儿。那咱就开动了，不是自助都舍不得吃了。什么口味？在嘴里像没东西似的。就嘴巴里面完全不需要嚼，是不是？嚼起来完全没有阻力啊！等那个陈老师回去北方的时候，吃那个东西好吃。这真的跟自助的牛肉不是一个级别呀。刚才是很嫩的，现在稍微有点嚼劲的牛舌。牛舌，牛舌的差距就不是很明显了。这盘的牛舌有差距，但是不明显啊，没有不雪花就很明显，是不是？对。五花子，这个是比较稍微脆一点。五花趾，可以看到这肉里边还带着筋。你像我这种平常吃自助吃惯的，吃这种好品质的肉啊，这个表情这感觉真是一点不夸张啊！很难想象，几个小时之前这个牛还活蹦乱跳的呢。
现在就已经在我嘴里了。胸口油，差不多。感觉它在嘴里还会炸裂似的。它这肉里有的那个脆的部位，在那个嚼开的那一瞬间，就跟那个跳跳糖在嘴里炸裂开了似的。掉了。这来这潮汕来对了啊！潮汕本地的这牛肉啊，确实不一样。综合来说，哪一份肉最好吃？雪花，雪花是吧？雪花的口感算是今天的吧？对对对，入口即化的那种。对对。锅底的萝卜玉米，别浪费了。这个萝卜就没有那种自助里煮出来的好吃了哈。自助里那三四十盘肉一下去，萝卜都吸满了肉味儿。第一家火锅牛肉火锅吃完了，咱们下一家。然后这一家是味道上绝对是无可挑剔啊，太好吃了。我甚至都想后边不去，在这吃到饱了，但是可能钱包受不了啊。就是它这可能就是价格相对的要比好像陈记说好像要比其他店要贵一些，贵10%左右。第二家店同义老二海鲜火锅，也是火锅，这个他家的特色杜龙，杜龙也其实也是鳗鱼，但是好像说是海鳗。开了个小店名字过来，感觉好像就饿了。刚才吃东西了吗？是吧？对，这条相对来说会有点偏瘦的一点。是一些小菜，然后一些蘸料，这叫九节虾，是吧？啊，对。哇，比我还活的，比手都大啊！好，谢谢。涮杜龙烫了大概15秒，还带着刺儿。对，它就是会有小刺儿。可以尝出来这个杜龙非常新鲜啊，肉质也很弹牙。这个是双梅酱啊，酸梅哦。对，双梅，然后应该加了一点那个什么黄豆酱之类的东西。它这个肉上面应该是真是切的花刀吧？这个入口的口感确实也会比较特别。这涮的鳗鱼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啊，但可能就是说它这个蘸料对于外地人来说不是很能习惯。和你所预估的跟鳗鱼对比有什么区别？它像一个东西吗？不像，烤的跟这涮的不是一个东西，是吧？而且多刺，是吧？但是它那个小刺，在它的就是切的这种方法里面，就已经把小刺给切断了。好里头啊，好里头。嘿嘿，你这九节虾你吃过没？没有，是吧？没见过都。杜龙肯定没吃过，是不是？刚才下锅前那种偏黄色的肉，这涮完之后变得白白净净的，这虾好了。它到它眼睛这里都是肉了。是，是了。这九节虾下锅之前还在活蹦乱跳的，新鲜肉眼看得见。它除了虾类常见的肉质紧实之外，还额外带着一股鲜甜感。不可惜，毕竟它的成本也比较高，都不敢大口的吃。这是五仁豆腐，还热乎乎的，里边芯儿就是纯纯的豆腐。上面这粉像一些那种糕点上撒的粉末，对，甜甜的。这是不是要拌一下？不需要，豆也都行。要不然这
豆腐没味儿啊。就是一定要外酥里嫩，然后含在嘴巴里面一口，你不要分开吃，要含着一口，直接一口吃。还是觉得豆腐没味儿。觉得豆腐没味。嗯。那这个就这么吃的，就这么吃。这外边这糖粉我觉得很好吃，就感觉很多东西裹这个粉都好吃。对。但是唯独这个豆腐跟这不搭配。配的。粉本身是好吃的。对。无记附院第3家店。白粥配这些，我吃白粥配咸菜。爱吃的这个菜的类别叫潮汕叶粥，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了。那么一大堆东西，就不是白粥吃的，吃的比我结婚都好了。这是贝类啊？对。这么小？对。那得多少贝才能炒出一盘啊？这边是鹅肝，在这儿叫他们这个叫粉干。潮汕这边吃白粥配的这么丰富吗？那我喝白粥向来都是配咸菜的，今天这个颠覆我的认知了。好，到一半。因为我眼神不好嘛，刚才远处第一眼看到这个了，还以为是什么萝卜丁之类的呢，没想到是这个螺肉啊。贝壳肉嘛。嗯。都一碗多少钱？哦，我们算标配人头的，一位3块钱吃到。3块钱，3块钱，那可以。它这鹅肉不柴。肯定不会柴啊，好吃不？挺不错的。因为它这个鹅跟鸡不一样，确实有的鹅会有点柴。哎，这一块，这块没有骨头，有骨头，就这一块。痕迹帮我找的一块啊，皮、脂肪、瘦肉、骨头。这个部位的话，基本都是这种。这需要蘸粥吗？不用，不用啊。这样嫩不？是吧？这骨头是吐还是嚼？骨头得吐掉。哦。哎。那干嘛非得找一块带骨头的？鹅肝。好肥啊！这鹅肝很细腻啊，完全不会像那种鸡肝煮完了之后那种噎人的口感，跟那种铁板鹅肝相比啊，别有一番风味。芒果螺，好吃不？裙边和贝肉完全是不同的口感。这黄色这块儿口感有点像那北极贝。你这个也是第一次体验这么大的一个贝类的这个东西。之前吃天鹅蛋有这个蛋，不一样。哎，那差别很多。天鹅蛋正常来说都能长到那么大，但是这种的话很难长到这么大。啊，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我的天，真像你本人了。那边饭也饭。我很多余。没有。那还不得你带我来这儿？你得吃点粥，然后再配点。哦，这生腌啊？对。生腌就算了。生腌就算了，你来一块，我告诉你，来一块，就1块就行。这个生腌在别的地方吃过，反正吃不惯。再看看本地的试试。本地吃依旧吃不惯。那你好，你们菜齐了。好的。有不一样吗？我怎么感觉突然上头了？哪个上头？吃完这个突然不知道，突然感觉一股血脉冲上头顶。这玩意儿感情就是炒花甲，但是你说这么大个的花甲，还真没见过。本地人最喜欢看到陈老师这样，能够满足一下当地人那种虚荣心。不是你不说它是花甲，我真不知道它是花甲，我真以为是另一种贝类。这花甲王150一斤了。
稍微吃明白了一点点啊，这不是说喝粥就着这些东西吃，而是来吃这些东西，顺便就着喝碗粥，就跟大家出门吃炒菜，那不能光吃炒菜啊，那得从那里来碗米饭吧。啊，他们粥就是这个功能。本地人确实有时候是为了喝这碗粥，他煮的那个火候什么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它没有什么粥的那种颗粒感，它就显得就是很柔和的那种感觉。这个潮汕夜粥咱也吃完了，准备下一顿。第4家店直接跑到了澄海区，离市区得有20多公里了啊！老柴枝猪脚饭。猪脚饭1碗10块钱，感觉胶原蛋白很丰富啊。哇，黏糊糊的，好糯呀！这猪脚很香啊。哎，您好，能给来勺汤汁儿吗？来勺汤汁儿。哦，1勺啊？对。哦，我们够不够？够了，好了，谢谢啊。再来1勺。但是饭还是有些干的啊，能给加个汤汁就非常不错。这个不是龙江猪脚饭那个派系，那叫什么呀？东鲁猪脚饭。够不？我再来2碗吧。这个今天吃了好多地儿，咱还饿着肚子呢，咱就直接再来2碗。这个的话，本质来说的话是算好吃了，是吧？这是梅干菜？啊，不是，不是，应该是萝卜干。萝卜干。香吗？啊，这是萝卜。主要都下饭。是。猪脚啊，咸菜，那个应该是萝卜干，都下饭。咸香软糯。其实我昨天自己吃了25一份的猪脚饭，应该不是这种，也没多少东西。对。就是如果从一开始，把今天所有东西一起吃了，真的应该是7分饱了，是吧？12点了，到酒店了。陈记说一会儿3点再出去吃东西，赶紧睡会儿吧。夜里3点多，夜里3点半，来吃这一个凌晨3点半桌肉。先更正一下啊，那个一个火一个足，他们本地人叫做醋肉，谢谢。然后那个普通话里好像是没有收录这个字儿。一名西洋菜的哦。听说是，谢谢啊。3点杀猪，3点半上桌。那这肉排酸了吗？你试一下，你看看是什么感觉？入口很嫩很软啊，这没沾任何调料，高汤里煮出来是吧？一般用那个什么猪骨去熬，当地来说的话，用什么鱼丸汤啊之类的汤。你吃了肉没？很软很嫩。没坑你吧？这个应该是骨汤里煮出来，本身就已经带着很浓厚的味道。果条是什么呀？类似米粉，类似那种面的一种主食。这个吗？对，还是那个。这煮出来就没味儿了。还是猪肾？猪腰。猪腰哦，这是肝儿。这肝儿这火候很好哎。入口 Q 弹，完全不硬啊。这腰子也没有任何的骚气。这种食物是个适合值得打卡的哈。跟你
以前吃的肉一样多，不太一样。是吧？嗯，值得打卡的吧？对。但是呢，据说啊，这家店永远是第一个来肉的，哦。对吧？就是煮来可能稍微有点关系或怎么之类吧。嗯。就是有点太烫了，是不是？有点烫，然后没睡醒。它的这个果条，在这份食物中起到类似于米粉、面条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我有点吃不惯，就感觉吃着没味儿。东西还是挺好吃的，但是我到现在还属于没睡醒懵的状态，所以呢，就是这个没有体验到最佳味道啊。这个食物还是值得来打卡的啊，但是为了可能更清醒的吃到，所以可能是不睡觉来吃，吃完回去睡，这个是最好的方案啊。因为毕竟你半夜起来这块儿太困了哈。第二天的第一家店，围炉夜话，它这家店好像是吃各种海鲜的。然后也有各种鹅和各种肉类。这个锅底是这边的特色卤水锅底，上面这个葱、辣椒、蘑菇，还有一些香料。龙胆皮，好像就是石斑鱼、鹅肠、鹅肝、鹅心、鹅腱。鲜猪的鲜，做的。它这相比于常见的鸭肠来说啊，吃起来就是更脆、更弹一些，而且这个肠的韧性也会更足。它在煮完之后吃起来是很嫩的那一种。6分钟时间到了。这个肝感觉它都已经嫩到滑的程度了。鹅肝的这香气非常的足啊，在嘴里也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颗粒感。这个是鹅心，也是所有的菜品里面，这个算是最便宜的，15块钱。看收的这个，哇，这个肉好紧啊！它这吃起来口感紧实脆弹，对，跟那种都是嚼不动的鸡胗子相比，这完全都不是一个概念啊！你甚至不告诉你的话，你都没法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鹅心也是煮了6分多钟，就吃着就跟常见的鸡心确实区别不大，但是这个个头更大一些。大口的吃会满足度会更高，然后这个经过这个卤水锅煮完之后，这个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腥味儿。小象鱼跟那个酱板饭没什么关系的，就另外一种贝类，啊壳不要煮，壳不要煮。好的，小象鼻，这种有点贵了，2个就32的。不，一个32。鱼多少？常规这个在那个外面的那个海鲜粥店卖的话，一个是25。这个有点没吃明白了。再来他们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必点的。那这个应该是叫石斑鱼皮还是石斑鱼骨，反正之类的东西。椒是在什么？但感觉都有点粘牙了。简单尝了一些鹅的部位，还有尝了一点海鲜。那咱们再去下一家店。今天第2家店，和顺牛肉。牛筋丸、牛肉丸，这丸子就好大个儿啊！这边牛肉豆芽儿，这个就直接是那个沙茶酱拌牛肉，拌牛肉跟那个方便面，方便面啊。哦，下边还有方便面，潮汕牛肉配方便面。这肉好棒。这方便面就很普通了，感觉就是20块钱一大箱的那种。
蟹黄面不能啊，蟹黄面吗？蟹黄面，没看到蟹黄啊。它这个面叫蟹黄面，跟蟹黄没关系。哦跟蟹黄没关系，它叫蟹黄面。蟹黄面。我建议你加一点这个辣牛在这儿。好的没有吃。哦，谢谢大哥，谢谢大哥。隔壁大哥帮我盛了碗辣酱。就之前其实好几家店都出现了这个本地辣椒，一直没提啊。它这本地辣椒我觉得吃着还挺香的，辣度也是那种爽辣，提神醒脑。蟹黄面里没蟹黄，对，它就叫蟹黄面。以前我们买那个袋装的，它里面它不是有那个调料嘛？调料里面有一点点的蟹黄，就类似于那个什么康师傅牛肉面，然后里面那包那个牛肉配料那个小调料包，里面有一点点那个牛肉。这丸子是相当大个儿哈。系统经营关注啊，而且小小的配色标准是很好。这口都快放不下了。紧实 Q 弹啊！这牛筋丸嚼起来也更那叫什么呢？有嚼劲儿一点。所以说你刚好吃的。嗯。味道100%了吗？还没有。他们的牛肉丸90%，牛筋丸90%。这么一顿有菜有肉有面，人均40还好，是吧？是能消费的，能接受啊。因为你像一盘肉，它都得40了。对。丸子加肉20块，方便面加肉20块。店排队的人还挺多啊，然后咱也就赶紧吃完，赶紧出来了，然后再去下一家看看。第二天吃的第3家店，老胡甜汤，这个就是它的菜单儿。看着挺丰盛啊，感觉就是前面这一堆给排列组合了。来吃个糖水甜品，这是桃果，冰冰凉凉的，完了之后本身略微的带着一丢丢的苦味儿，对，然后就应该是烧仙草那种做法啊，对，但是不太像一个东西，不太是一个东西。还行吗？能接受，能接受吧？来，这份，这是豆花是吗？豆花，是豆腐脑类的，我都不爱吃。不是说你们什么吃甜的、吃咸的那些是吧？是纯粹你不喜欢吃豆腐脑。对。行，来这个，姜薯，昨天晚上本来要带你去吃这个，就那一家。姜薯，类似于3样的东西。更不是一个东西，感觉像那个百合的口感啊，对，感觉也本身没什么味儿，完了放在这个汤底调的味儿，吃的是一个冰凉的口感。对，这边叫糯米肠，这东西好像很多南方街头都有这种小吃哈。很解决不了的，我解决甜豆花，糯米类的点心，这个就是本次最后一家了是吧？最后做个总结啊。22个小时在潮汕打卡了8家店，我作为一个外地人，确实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理解和接受全部的潮汕食物啊。就比如说那个生腌，确实是我一生之敌，吃不惯啊。潮汕相关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多去那个陈随便那边去了解、去询问一下啊。他作为一个本地人，对这些东西还是相当的了解的啊。也欢迎这个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以后呢有机会能够来潮汕玩玩啊。这个潮汕的牛肉实在是太棒了啊！那么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希望我的视频能给您带来好的胃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